我靠，還來！我都要被你们掏空了！祸事了！王大人来了，有要事相商。这怎么能是祸事？这是正事。娘子们，我是真没想到，送个外卖被车撞，一睁眼居然穿越到了这大前王朝。这原主也是个倒霉蛋，考了3年没考上举人，直接给活活餓死了。更离譜的是，我刚醒过来就碰到官府在强制发老婆。哎，孙秀才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发老婆了，去晚了没老婆领，就只能充军了。发老婆？因为前方战事吃紧，官府規定未婚男子必須從戰俘裡挑一個媳婦兒，不然就得拉去充軍。雖然聽起來像福利，但這質量實在讓人不敢恭維。這個帶回家這讓怎麼娶回家老婆呀？娶回去還得替他上交糧食。就在我無語的時候，我突然發現被壓着的戰俘裡居然有3個絕色美女。更神奇的是，我居然還能聽到她們的心聲。你不會能聽到這些美女的心聲吧？檢測到合適宿主，好感系統綁定。周兒對你的好感值0，顧子健好感值1，顧傾城好感值2，好感值增加可持續獲得獎勵。我獲得了系統穿越者必備神器。原來我覺醒了穿越者必備的好感度系統，只要提升老婆的好感度，就能無限抽獎拿獎勵。就在別人還在嫌棄娶老婆要多交糧食的時候，我直接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。香霧堂堂將門之後，竟要向青樓女子們任人挑選。我選他，膀大腰粗，一定好幹活。走，夫人。我這小孩子才做選擇，大人當然是全都要啊！我靠，上輩子我女朋友都不敢找，穿越過來少娶一個都不行啊！我全要了。什麼？你都要了？這3個美女身份可都不簡單，一個是遭人陷害的大前將軍之女顧子健，一個是大前丞相千金楚傾城，還有一個竟然是大周的皇室公主周婉兒。我這一口吃成個胖子，村裡人都覺得我瘋了。我們選一個都是被逼的，這家伙一口氣選了3個，我看他到時候怎麼拿得出糧食。這3個女人瘦得像紙片一樣，一看就知道啥活都幹不了。孫堅等着餓死吧。生逢亂世，能遇到恩人是京城的福氣。衙役警告我，下個月要是交不出150斤的糧食，就直接砍了我的狗頭。我只能硬着頭皮帶着3個極品老婆先回家。可還沒等我進家門，村裡那個欺男霸女的惡霸孫浩就來找茬了。這家伙就是個人渣，原主當初的救命錢就是被他搶走的。他叫孫浩，是個十足的人渣。之前就是他搶走了原主的救命錢，導致原主被活活病死。現在我佔據了這具身體，定要讓這禽獸付出代價。我跟你說話呢，聾了啊！就在他準備動手的時候，我那武力值超高的大老婆顧子健直接掙脫了繩索，霸氣護膚。你們別亂來！我靈機一動，直接搬出聖旨來壓他們。為大前開枝散葉，那是聖上的旨意啊！你想忤逆聖上？哎，我大人，幹他！哎，我這你想死！膽敢忤逆聖旨，殺無赦！開枝散葉可是皇上下的令，他一個小混混敢造次，那就是殺頭的死罪。小的就是跟他開個玩笑。帶着3個如花似玉的老婆回到家，看着這可以說是家徒四壁的破屋子，我自己都覺得丟人，連老鼠進來都得哭着出去。家裡可能會有點破，娘子們不要嫌棄。我這條件放在前世，別說娶老婆了，狗見了都會搖頭，老鼠進來都得哭着出去。不嫌棄。好在丞相千金楚傾城是個溫柔體貼的性子，不僅沒嫌棄，反而覺得我救了他。如果不是相公，我已經被發配軍中為妻。相公救了我，我一定跟相公好好過日子。哎，我這好感度立刻就迎來了第1波暴漲。這媳婦兒好啊，好感度刷刷往上漲。可是問題來了，家裡1粒米都沒有，我們4個大活人總不能喝西北風啊！就在這時，傾城的好感度剛好達到了抽獎門檻，可開啟1次抽獎。都快餓死了個屁的，糧食！有你，這麼多！我現在的糧食比全村加起來都多。相公看起來不像是說大話的人，他既然說給我們弄吃的，一定不會讓我們餓肚子。天真，他窮成這個樣子，頂多出去挖點草根和樹皮來充飢，那種東西本宮才，我才不吃。系統倒也實在，直接給了我一大堆米麵糧油，甚至還有幾箱子現代的桶裝方便麵。看着這些物資，我這底氣瞬間就足了。就算是大周公主，平時山珍海味吃慣了，面對泡麵這種現代工業結晶，那也是抵擋不住誘惑。怎麼樣？真香！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。
吃飽喝足，到了晚上休息的時候，家裡只有一張床，3個老婆自然是睡床，我只能苦哈哈的打地鋪。那我……要睡覺了。就在我剛躺下沒多久，門外突然溜進來一個不速之客，居然是村裡的地痞，拿着半袋發霉的大米，竟然想打我老婆的主意。我用這袋糧食，想要跟你那個胸特別大的老婆共度春宵。我堂堂一個大老爺們，還能讓他欺負到頭上？他以為我還是以前那個軟弱可欺的窮書生，今天我就教教他怎麼做人。你來打我噻！你來打我噻！我直接一棍子給他撂倒，順便叫出了我的小弟二狗。我相公好帥啊，我好像愛上他了。結果這貨還不服氣，叫囂着要弄死我。我那暴脾氣的大老婆顧子健瞬間出手，直接給他揍成了豬頭。你太荒謬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雖然教訓了地痞，但麻煩並沒有結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姜跑來告訴我，原主家裡唯一的一頭老黃牛居然被孫浩給殺了。早晨我帶着黃牛去犁地的時候，孫浩不知怎麼回事，像發了瘋似的往牛身上撞啊，還邊說是黃牛撞了他，結果一刀就把牛給炸死了呀！在大前朝，宰殺耕牛可是死罪。這孫浩仗着哥哥孫虎是縣衙都頭，簡直是無法無天。我立刻用好感度兌換了武力值，準備去會會這幫人渣。當前世界普通人武力值極限為80。哇，系統厲害啊！我現在感覺力量大的能打死一頭牛。忍無可忍，我無需再忍。3位娘子在此等候，我去就來。還不錯，有些魄力。之前倒是我小瞧了他。這好感度不就來了嗎？不過看他弱不禁風的樣子，便死在外面。當我找到他們的時候，這群混蛋正圍在一起吃着牛肉喝着酒，完全沒把我放在眼裡。我要你的狗命，給我家老黃償命！孫虎不愧是縣衙都頭，手底下的人還真有兩下子。不過在我系統加持的8極拳面前，他們就跟紙糊的一樣，3兩下就被我打得滿地找牙。我2世為人都沒體驗過這種爽絕，今天就一手到底！還愣着幹什麼？給我廢了他的豬嘴！不自量力！本都头親自出手，殺了你！孫虎！我直接搬出大前律法，宰殺耕牛是死罪。為了防止他們反咬一口，我來之前特意把全村人都叫回來看戲。只要別鬧出人命，讓他也上訴不了。啊，我差點忘了，還好我來的時候叫了全村人過來看戲，想必這會兒應該快到了，正好讓他們看看你們是怎麼殺牛吃肉又怎麼欺壓的我。你竟然早有準備，你個草包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聰明了？要不跑吧，真被抓住了，可是要掉腦袋的。孫虎這下徹底慌了，只能夾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。解決完黃牛的事，眼下最大的問題還是月底的糧食。每個月要交150斤糧食，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就是天文數字。我靈機一動，決定去河邊捕魚。不在家裡鑽研你的文章，出來幹嘛？啊，捕魚！就你還捕魚？村裡的長舌婦們看着我拿個破桿子去釣魚，都在那冷嘲熱諷。他們根本不知道我手裡拿的可是系統獎勵的現代科技新能源電魚竿。要是釣不上來，我們未來1個月的衣服叫你3個老婆來洗。好。我這電魚竿一插進水裡，那效果簡直是毀天滅地。不一會兒，白花花的魚就浮滿了一大片，直接看呆了那群長舌婦。相公，這起碼有3-4斤呢，我們今晚又能吃肉了。這不算數，這魚是自己死的，他只是運氣好罷了。倘若我能讓更多的魚浮上來，你又待如何？這河裡浮上來點魚很正常，你要是能捕上更多的魚，我們就願賭服輸。你們這些鄉野村夫，怎麼說話不算數呢？哼，娘子，不跟他們生氣，看為夫出手打他們的臉。小小魚兒，速速現身，速來！相公，你也太厲害了，這才不到1個時辰就捕上來這麼多魚，這起碼有100多斤吧？孙秀才，我早就聽說你有本事，
捕了這麼多魚，能不能分我一條啊？想讓我做什麼都可以。哎，你站着就好，你站着就好。你没什么话说的了吗？现在开始，给我们家做1个月的长工。靠着这批魚，我不僅贏了賭約，還順勢僱傭了村裡的閒散勞動力，幫我開荒種地。因為我有系統給的超級土豆種子，根本不怕天旱缺水。這個世界還沒有土豆，種的糧食產量都很低，所以他們才食不果腹。而我這些是系統給的超級土豆，我們跟着做就是了吧？只要你們按照我說的做，糧食保證1粒都不會少你們的。相公，我現在就跟老姜去城裡換谷子。快去快回。走。婉兒，你負責帶人培育這些土豆，只要將土豆切成塊，用泥包好，等它們發芽，就可以埋在地裡，讓它們成熟。就在日子剛剛有點起色的時候，孫虎那個王八蛋果然還是報復了。他趁我不在，派人把青城抓去了縣衙大牢。青城被孫虎他們抓走了？什麼？直接去縣衙硬搶肯定是不行的，那無異於找死。正好我聽說知縣大人的夫人得了怪病，群醫束手無策，這可是個天賜良機。我直接以神醫的身份登門拜訪。倘若治不好，我孫某提頭來見。此話當真？絕無戲言。可若有差池，孫某以命抵命。進了知縣府一看，夫人其實就是傷口感染引起的高燒，在古代這是絕症，但在我現代抗生素和腎上腺素面前，這都是小場面。我故意裝神弄鬼，說要用10年陽壽施展回魂針。想要治好夫人，得拿我的10年陽壽來還。混賬東西越變越離譜啊！2針下去，保準藥到病除。大人後退，我要施針了。果不其然，1針下去，夫人立刻轉危為安。汪知縣對我那叫一個感恩戴德。我順水推舟，告訴他縣衙都頭孫虎霸占民女的事。縣衙都頭孫虎想要霸占我家娘子，眼下我娘子正被關在大牢裡。當汪知縣趕到大牢時，孫虎那畜生正準備對青城圖謀不軌。這皮膚真是水嫩，怪不得那廢物就算餓死，要把你娶回家。臨死前跟你這樣的美人快活一時，死的時候也舒坦的。來人，救命啊！性子還挺烈啊，不過這樣才有意思。衙差都被我弟弟孫浩喊去喝酒了，就算你喊破喉嚨，也不會有人救你。相公，你在哪兒啊？快來救我呀！那個垃圾，你還指望他來救你？馬上就是徵糧日，等他上了斷頭台，我把你們幾個姐妹接來一起玩啊！小娘子，你就從了我吧，跟着我以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保證不虧待你。相公不會放過你的。那個垃圾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老子看上他的女人是他的福分。來吧，相公，小娘子，你還在跟我玩心機，土該仔，壓死了你！被撞破後，他居然還妄想讓知縣包庇他。若不是本官親眼所見，還不知道衙門裡有你這等阿雜不堪之徒。大人，你請別，我們走。怎麼會這樣？大人別走啊！這次明顯要打我呀！大人，這我娘子殺我耕牛，還有弄死我是吧？汪大人也是個明白人，直接把他交給我處理。對付這種人渣，我自然不會手軟。一記燒紅的烙鐵下去，直接沒收了他的作案工具，徹底斬斷了他的非分之想。以後他再也不能禍害別的女人了。這樣的懲罰你還滿意？相公怎麼做，奴家都喜歡。行，走，我們回家。因為治好了知縣夫人，汪大人對我禮遇有加，不僅送了糧食布匹，還賜了一塊功臣之家的牌匾。大人怕送了這麼多糧食，有難民會惦記。有了這牌匾，他們就不敢打先生一家的主意了。大人還說了，眼下呀，送不起真金白銀，但至少糧食和資助能幫到先生生活。這下在村裡再也沒人敢小看我了。可是這好日子沒過幾天，我們家就被附近的土匪給盯上了。土匪派來踩點的嘍囉，直接被大老婆顧子健當場拿下。你差留我一條狗命！敢傷我相公，為何要留你？刀下留人！收起來，過來。我問你答。據這個叫陳小刀的嘍囉說，狼頭山有幾百號土匪，不日就要下山屠村。村民們一聽，嚇得紛紛要收拾鋪蓋逃進山裡。但我孫堅怎麼可能臨陣退縮？別說幾百，就算幾千人上萬人，為夫也滅了他們。
我立刻召集全村人，拿出系统奖勵的手雷，当场演示了一波什么叫降维打击。只需要这一个东西，足以送几十号马匪上西天。吹牛谁不会啊？就这一个破疙瘩，能杀土匪啊？鬼才信呢！不信啊？来，拿着。你给我干嘛？你不是质疑我的话吗？我现在让你亲自体验下它的威力。你不敢啊？谁不敢啊？只不过他要是没你说的那么厲害，这3个老婆可得分我一个。他要是比我说的厉害，以後你見着我就得叫爹，見到我夫人就得叫娘。一言為定。拿好別動。雖然我手頭上只有5個手雷，但為了提振士氣，讓村民相信我，我只能浪費1枚了。把它擰開，拉那根繩。這什麼東西啊？一個會爆炸的東西。3、2、1，扔！不是，那我怎麼辦？快給我解開！孙健，你就別在這裝神弄鬼了。娘子們，快捂着耳朵！什麼爆炸？妖術！孫健用的是妖術啊！看着那毀天滅地的威力，村民們瞬間士氣大振，紛紛表示要跟我幹。各位，此乃危急存亡之秋，我們只有同心協力，才能渡過難關。一味的退讓，只會讓土匪毀了我們的家園，讓我們的親人白白送命。從現在開始，我和我的娘子們會給大家安排任務，教大家使用武器。只要你們聽我指揮，我們一定可以打贏這場仗。大家支持孫強嗎？支持！我們支持孫健，支持孫健，我們支持孫健。有沒有下加入？還怕不怕土匪？不怕。敢不敢跟他幹？幾天後，土匪果然殺到了。這幫烏合之眾還以為我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我直接幾發複合弓加上手雷，瞬間把他們炸得人仰馬翻，抱頭鼠竄。殺！老姜，開炮！這是什麼妖術？這個能不能讓你們投降？你們頭領已經敗了，你們還要聽命於他嗎？夏柔明，我願意投降，我們願意投降。你們幹什麼呢？還不快給女俠跪下！打敗他們後，我並沒有趕盡殺絕。我深知這幫土匪其實也都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。我拿出超級土豆，承諾只要他們跟着我幹，保準頓頓能吃飽飯。我投降，以後我就聽大人的了。你們這些吃裡扒外的東西，不要聽他妖言惑眾。我們只要綁了他，照樣能吃飽喝足。兄弟們，給我上！老子今天就拿你開刀！子健，擒賊先擒王。好，殺了他！老子今天就拿你開刀！子健，你自己小心點。好。你們頭領已經敗了，你們還要聽命於他嗎？夏柔明，我願意投降，我們願意投降。你們幹什麼呢？還不快給女俠跪下！把他綁了，關起來，聽候發落。至於你們願意留下來的，我保你們以後有衣穿，有飯吃。不願意的，可以自行離去。現在外面到處都在打仗，到處都是土匪，要不是混不下去，誰願意當土匪啊？求大人收留我們。只要管飯，我們願意為大人效力。收編了狼頭山後，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擺下鴻門宴，邀請方圓百里的各大山頭首領來開會。來時我已經打聽好了，方圓2里的確沒有埋伏。我倒要看看，這個吃掉狼頭山的人
有什麼本事？讓我意外的是，實力最強的忠义領大當家，居然是我大老婆顧子健的舊部。原來他們一家都是被大前左將軍魏忠良陷害的，這簡直就是老天送上門的盟友。从今日起，我顧遠與山中1500位弟兄聽從顧爺調遣。最難搞的是龍鳳山的2個當家，號稱臥龍鳳雛，自詡才華橫溢，想要收服他們，必須要用詩詞在才華上碾壓他們。我承認你有點東西，但我兄弟2人並非凡夫俗子，想要駕馭我們，你得有足夠的才華才行。他們搞了一首不知所云的打油詩，還得意洋洋。我直接一首《滿江紅》教他們做人，那冲天的杀气和磅礴的霸气，直接把这俩货震得心服口服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还有呢，我们服了，我们服了，我们归顺，我们归顺于你啊！没过多久，汪大人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那个陷害我2位老婆一家的仇人，大前左将军魏忠良，竟然来到了我们县，还要点名见我。得知了孙先生的壮举，想邀請先生去城主府一敘。我聽傳話之人的意思啊，是將軍賞識先生的才華，想將先生收入麾下。老婆們知道後都勸我不要去，說城主府重兵把守，去了就是送死。但我深知這是千載難逢的復仇機會，我抽獎拿到了加特林和沙漠之鷹，根本沒在怕的。好了，無需多言，我意已決。也就是孫堅。正是。見到本將軍為何不跪？我為什麼要跪一個你這樣連畜生都不如的人？一進城主府，面對魏忠良的耀武揚威，我直接拔槍，一槍幹廢了他的第一高手陸大鳳。在絕對的火氣面前，任你武功再高，也是一發入魂。火箭，還是官職，我都能滿足你。但我只想要你的命。什麼？你打死了魏將軍？他父親可是當朝宰相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別着急，殺了魏忠良，我順手把鍋甩給了帶我進來的小頭目李一刀。因為有知縣的庇護，這半年來我過得那叫一個滋潤，不僅叫村民們練兵，我的2個老婆甚至還懷上了我的骨肉。就在我以為可以安享太平的時候，意外還是發生了。周婉兒上街買東西，竟然被一群神秘人給綁走了。周娘子，她上街給你買東西，碰見了一群蒙面人，結果就被抓走了。這亂世之中，想要過安穩日子，怎麼就這麼難呢？看來我孫堅的復仇爭霸之路才剛剛開始。